糾纏了大半年的安氏半導體控制权之争呢，終于到了該攤盤的時候了。文泰科技呢正式发公告說要依據中荷雙邊投資協定發起國際仲裁，向荷蘭政府呢索賠80億美元。這筆錢呢折算成人民幣呢大概是580億元，算的是產能斷供、客戶流失、品牌受損這些方方面面的損失。一家中國企業呢把一個主權國家告上仲裁庭，這事兒早就超出了單純的商業糾紛的範疇了。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個事兒呢，得從這個2025年的9月說起啊。當時呢，荷蘭經濟事務部呢拿這個國家安全和經濟外流風險當理由，然後呢，依據這个1952年的商品供應法，給安氏半導體呢，下了部這個長令，把文泰持有的這個安氏全球的30個主體的資產和知識產權呢，全都給凍結了。那麼在10月1號呢，阿姆斯特丹的上訴法院企業法庭呢就採取一個臨時的措施，暫停了文泰創始人在安氏的董事職務，還任命了一個獨立董事。那麼到了10月7號呢，法院正式裁定，把安氏99%的股權交給了第三方托管。你看這麼一來，文泰呢雖然說名義上還是持有這個全部的股權，卻徹底被排除在實際的經營之外。連話都說不上了。那麼更麻煩的是，在這個10月的下旬，荷蘭那邊呢單方面就斷了對東莞封測工廠的這個晶圓的供應。你看，兩邊就連這個基礎的 IT 系統它都不互通了，那財務呢就沒法合併啊，運營也沒法這個配合，是吧？一家好好的全球化的企業，硬生生的就被拆成兩半。然後呢，到了11月荷蘭經濟大臣呢宣布暫停內部常令，表面上看似乎是讓步，但法院的裁決還在生效。文泰呢對安氏的控制權的限制一點沒鬆。中方的這個商務部呢也多次表態，明確說問題的這個根源就是荷蘭方面不當的這個行政干預呼籲荷方撤銷行政令，讓前高管撤訴，給這個雙方的這個協商創造一個條件。那麼2025年的12月底呢，這個臨時的股東大會上呢，文泰就亮出了底線了要是6個月內問題還解決不了，就正式啟動國際仲裁。那現在呢，這一步應該說已經是邁出去了。荷蘭的干預，它代價可是實實在在的。文泰科技呢，2025年的淨虧損超過了10億美元，2026年1季度還在虧了1.89億元人民幣，營收呢一直承壓。我們要知道這個安氏之前可是文泰的利潤的核心呢。2025年的3季度的單季的營收就有43億元。佔文泰總營收的多少呢？那97%。那淨利潤呢是7.24億元，佔了公司整體利潤的70%。你看，失去安氏的控制權之後呢，財務數據呢沒法正常的合併，公司呢還被實施了這個 ST 的退市風險的警示，股價呢從高點45元跌到了22元出頭，市值一下子蒸發了1300多億元。不過呢，這個文氏呢也不是只能被動挨打2025年的10月中旬恢復出貨之後呢，安氏中國呢已經累計給全球的這個800多家的這個客戶送了超過110億顆的芯片。與此同時呢，文泰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子公司，也在抓緊的推進國產晶圓的驗證工作。那麼 MOSFET 等產品的這個量產計劃已經定在了2026年的下半年。說白了，文泰呢選擇走這個仲裁這條路，不只是為了要回這個損失，更重要的是表明態度，就是絕不會默認接受這個結果。但是呢，這條路並不好走80億美元的這個索賠的範圍很大很廣，產能這個損失、客戶流失、品牌這個貶損，它怎麼算呢？荷蘭方面肯定會一項一項的質疑。就算仲裁庭認定荷蘭違約，最後能拿到的這個賠付金額大概率也會比這個80億美元少跨國起訴主權國家本身這個流程就複雜，對吧？國際仲裁庭呢碰到涉及國家主權的、國家安全的這個議題呢，往往會給東道國留一些這個裁量的空間。那荷蘭方面呢可能會這個拿這個法庭的裁決當借口，推諉責任拖延時間。從法律層面來說，中荷投資協定裡邊並沒有籠統的國家安全這個例外的條款。那荷蘭以國家安全為名，單方面剝奪投資者的控制權，在法律上確實有這個爭辯的空間。但是呢，落到實際的仲裁上，不確定的因素
還有很多。文泰的遭遇呢，它並不是個例，這背後呢是一個更明显的趨勢在加速。歐盟今年3月呢推出了這個工業加速器的法案，對外商投資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你看這4個行業就設了不少的門檻。就只要某個國家的全球產能佔比超過40%，那麼該國企業在歐盟投資超過1億歐元的項目，就必須滿足這個外資持股不超過49%強制轉讓技術，本地員工不低於50%的這些條件。眼下能達到這個產能標準的只有中国。就在5月13號這個中方外交官呢，在這個馬德里的一場會議上就直接表示，說過去3個月歐洲對中方實施的這個管控和限制讓人非常失望，這些舉措簡直是把中方逼到了牆角。那麼商務部呢也已經正式的向歐委會提交了這個評論的意見，指出这個法案涉嫌違反多項的世貿組織規則，還警告說，要是歐方呢執意損害中國企業的利益，那中方肯定會採取反制措施。從安氏的這個半導體的控制權之爭到歐盟的工業加速器的法案，歐洲呢正在把安全和產業振興變成一套新的市場的准入的規則。那文泰呢發起仲裁是一次正面的回應，但是這件事兒要能回答的遠不只是一家企業能拿回多少的賠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呢，這個規則本身已經成了各方這個角力的戰場，那這場較量才剛剛開始。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希望各位的點讚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